心灵暖流，坚持不妥协，成就富人心态。越穷的人在这4个方面越是显得大方。你是否曾经注意到，一些穷困潦倒的人，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竟然比富有的人更加大方，而那些富有的人却似乎对某些事情只字不提，仿佛看破不说破。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，我们将带你深入探讨这4个方面，揭示穷与富背后不同的心态和思维模式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1. 时间上大方，花时间享乐砍价，不花时间充实自己。穷人往往在时间上表现得大方，但这种大方并非对自己有利。他们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在短暂的享乐上，无视时间的流逝。例如，花费长时间玩手机游戏、追逐网络娱乐或沉迷社交聚会。这些快感只是暂时的，却可能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。此外，穷人也常常对于日常消费砍价，争取更便宜的价格。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交易过程中浪费了大量时间。相较之下，富人对于时间更加节制，他们懂得时间的价值，会将时间用于充实自己，学习新知识或提升技能。富人会优先选择投资时间在能够带来长远收益的活动上，例如参加进修课程、阅读有意义的书籍或拓展社交圈。他们更倾向于管理时间，以便将其用于达成长期目标和成就更大的成功。举个例子，小明和小王是2位朋友，他们的生活状况截然不同。小明是一位收入有限的工薪族，他平常下班后喜欢与朋友聚会、泡咖啡厅，一周末更是花费大量时间打游戏，对于生活的享乐总是不遗余力。然而，长期下来，小明发现自己并没有多少时间用于学习和提升，也未能累积储蓄。相比之下，小王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他每天都有一份明确的计划，合理安排工作和休闲时间。他会利用晚间时间阅读商业书籍，与业界专家交流，以保持对市场的敏锐度。周末，他也会参加商业研讨会，拓展人脉，寻求新的合作机会。多年来，小王不仅拥有了成功的事业，还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社会资源。2. 花钱上大方，品牌物质迷思。穷人往往在花钱上显得大方，特别是在品牌产品上。他们可能为了满足瞬间的虚荣心理而选择昂贵的品牌物品，即使这可能超出他们的经济能力。他们迷信品牌，将其视为社会地位和成功的象征，因而不惜花费大量金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相对的，富人对于花钱上更加理性，他们会更加注重品质和实用性，而非仅仅追求品牌名称。富人懂得品牌并不代表一切，他们更加关注物品的功能和价值。如果某个非品牌产品具有更高的性能和实用性，富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，而不是被品牌号召盲目消费。举个例子，小李和小张是2位朋友，他们都喜欢运动，尤其是跑步。小李是一位收入有限的上班族，他看到某知名运动品牌推出了新款运动鞋，虽然价格昂贵，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购买了。他总是希望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展现自己的消费能力，但这种盲目的消费让他不得不牺牲其他更有价值的需求。另一方面，小张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他也热爱运动。当他需要购买跑步鞋时，
他花了些时间调查市场，发现某些非品牌的运动鞋性能和品质同样出色，价格却更为合理。于是，小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运动鞋，并将省下的钱用于其他更有意义的投资。3. 言论上大方，话题高大上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，即使言论观点准确，但也对自己的生活无帮助。穷人在言论上大方的表现，经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，寻求他人的认可和赞同。他们可能会对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话题表现得非常熟悉，但实际上对自己的生活帮助甚少。这种言论上的大方可能让他们看起来更有学识，但却无法真正改变他们的现状。而富人虽然可能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，但他们在言论上同样需要保持克制。富人的成功往往来自于对真实世界的深刻理解，他们不会轻易在言论中夸大事实或是追求高大上的话题，相反，他们会更加注重实际的观点和经验，并用自己的言论帮助他人找到更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小王是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，但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些谈论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言论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学识。然而，他对这些话题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，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其中的复杂性和影响。这些言论虽然可能获得一些点赞和留言，但对他自己的生活帮助不大。相对的，富人小李虽然在社交场合中也会参与一些讨论，但他更注重真实世界的观察和实用性。当有人向他咨询理财和投资的问题时，他会给予真诚和实用的建议，帮助他人解决问题。他明白，在言论中传达实用的观点和经验比虚荣的言论更有价值。4. 放弃上大方，妥协找借口。越有钱的人要努力突破，不妥协。穷人常常因为种种困难和挑战而感到无力和失落，从而产生放弃和妥协的念头。他们可能因为缺乏资源、教育或者信心而放弃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并找借口合理化这种决定。然而，这种心态只会让他们停滞不前，错过了实现梦想的机会。相对的，富人知道妥协并不会让他们走向成功，他们理解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，但他们懂得坚持不妥协，并愿意为了梦想付出努力。富人明白放弃和妥协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，并不会改变现实的困境。只有坚持努力，才能突破困境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例如，小张是一位穷人，他有一个梦想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餐厅，但因为缺乏资金和经验，他在创业初期遇到了许多困难。面对挑战，他逐渐感到无力和失落，最终放弃了创业的念头，找借口说这只是一个梦想而已。现实生活中他做不到。相比之下，富人小刘也有同样的梦想，但他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经验。当他在创业过程中遇到困难时，他没有放弃，而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案，努力克服困难。虽然他也遇到了许多挫折，但他坚持不妥协，最终成功开了一家小餐厅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在这个充满着对比的世界里，在4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思维模式：时间、金钱、言论和放弃。这些方面影响着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和结果。我们应该从这些对比中学习，学会理性消费和投资自己的时间，懂得谦卑和坚持追求梦想。无论是穷困还是富有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，
找到成功的方向。让我们一同成为明智的消费者、聪慧的学习者和坚韧的奋斗者，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成就更美好的未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穷与富的对比将不再是阻碍，而是一个启示，引领着我们走向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人生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